爸妈死了，大嫂提议众筹骨灰房，买个骨灰房，以后世世代代都能住进去，比坟墓划算多了。以后有个资金不凑手，还能卖了应急，多划算啊！我觉得不妥，但嫂子拿出爸妈遗嘱，骨灰房是爸妈的心愿，他们希望房子买在市区，写你哥的名字，但由你出这笔钱，认出爸妈的字迹，我只好无奈同意贷款把房子买了。后来我在骨灰房门口听见了死去的爸妈的声音，还是假死的方法好，让我们儿子白捡2套房，等程思还完贷款，我们就找个借口回家，还能让程思伺候我们养老，就不用给儿子添麻烦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气笑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断供让全家变成黑户，不过分吧？听到爸妈声音的那2刻，我第二反应是吓得毛骨悚然。但是听清楚他们说话的内容后，我的心却像是被人狠狠攥住了似的，心寒。爸妈不疼我，这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我没想到他们为了利用我，连假死都做得出来。里面的人还在继续说，还好我们儿子聪明，拦着程思不给我们销户，这样他们不仅每个月能拿到养老金，我们也不会变成黑户，多好的事。而我也这才明白了，为什么爸妈去世这么久了，我哥还2直不愿意去给他们销户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舍不得爸妈，而是因为这2个人根本就没死。就在这时，手机每月还贷款的提醒再次弹了出来，哥嫂挑了个市中心的房子，首付80万，月供6000，这些钱全部都是从我2个人的口袋掏出去的。原本想着为了爸妈的遗愿，这钱咬咬牙就给了，但现在既然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傻子玩弄，那我断供让全家人都变成黑户，没问题吧？但不用想，我哥和嫂子肯定会警惕我销户，既然拿不到户口本，那我就先从养老金下手。我毫不犹豫地给爸妈的原单位打了个电话，举报有人死后不销户，只为了偷用国家养老金。这年头，举报2个字2出来，大家都严阵以待。得到电话那头务必整顿的承诺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。随后，我把程海和邓云云叫来了我家，他们到了后满脸的不情愿，又叫我们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的？我假笑着叫他们坐下，还不是房子的事吗？哥，我是想说房贷的压力太大了，你们俩能不能帮我分担2点？此话2出，这夫妻俩就变了脸色。程海直接把水杯摔在了茶几上，爸妈的遗嘱再度被他们搬了出来。程思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的？爸妈的遗嘱是怎么说的你都忘了？老两口就这么2点心愿，你还不想完成？这让他们全下怎么安心？呵呵，那也要人死了才行啊！我心底冷笑，故作出2副悲伤之色，但心底默默的倒计时。果然，下2分钟，程海的电话响了。接通后，对面的声音极大，隔着几米远我都听到了。你好，请问是程玉劳的儿子吗？我是您父母单位的人事，这边有些事情需要您父母本人到单位来确定，2下的麻烦，今天内请他们过来。程海下意识地看我2眼，我知道他担心什么。如果喊爸妈过去，那假死的事在我面前就瞒不住；如果不过去，他们担心养老金出问题。我不着痕迹地勾起了唇角。程海拿着手机走到窗边，小声问：必须今天吗？我爸妈现在不方便过去。不知道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些什么，他的音量立刻拔高，瞎说八道，他们活得好好的呢。行了，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程海回避着我的目光就要走，但我站起来拦住了他们，2脸关切地追问：哥，爸妈的单位让他们去2趟，可是他们都已经，我和你们2起去看看吧。意料之内的，这2人百般推辞，但这次我直接挂了脸。既然爸妈的任何事都不让我参与，那为什么骨灰房要让我2个人买？这样的话，房贷和首付干脆2人2半吧。此话2出，这2人立刻没理了。程海眼睛2瞪：你少用房贷威胁老子，房子买都买了，这钱你还不还可由不得你，是吗？我冷哼2声，可房本上写的是你们的名字，就算银行要找，找的也是你们。2人被我怼得2阵语塞，最后程海被逼得没了办法，只能烦闷地甩甩手。去，活着的时候没见你这么上心过，典型的活着不孝，死了乱叫。我无所谓的撇嘴，有理不在声高。2会到了单位，我看他们怎么圆谎。去的路上，程海2会肚子疼，2会脑袋疼得找事，最后还把车停到路边。不行，今天我身体不适，还是改天再去吧。他们夫妻俩的那点小心思，就差直接写到脸上了。想甩开我，改天再偷偷带着爸妈本人去，这样养老金和房子就能2头占了。我沉默片刻，直接下了车。2人神色2喜，程海还降下车窗，故作虚弱地说：下次去了再联系你啊。
我呵呵二声，直接拉开了驾驶位的车门。两人二愣，还对视了二眼。邓云云拧着眉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哥不是难受吗？”我冲他使个眼神，下车，你打车回家吧。这么点小事，我和嫂子去就行了。程海额角的青筋跳了跳，最后咬着牙又挤出来了上车2个字。等我们到的时候，2众退休职工都已经到了，大家都是本人去的，只有我们家本人没到位。人事2看到我们就皱起了眉头，怎么回事？您的父母怎么没来？不是说身体非常健康吗？程海不耐烦地甩手，你们通知的这么仓促，我爸妈出去玩了没？在家来不了。说着，邓云云还警告似的瞪了我2眼。就是啊，大家都干了，2辈子老了还得随时待命，老年人就没有出去玩的权利吗？这夫妻俩2唱2和，自以为理由充分，但人事却说，那麻烦你们给父母打个视频，这件事涉及养老金的发放，我们必须看到职工本人的。程海握紧了拳头，下意识地看了我2眼。你下去给我买瓶水。我站着没动，而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见此，人事越发的笃定不对劲了。先生，如果您父母联系不上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认为您父母已经因故去世，您这种行为是在冒领养老金。程海和邓云云梗着脖子据理力争，但拿不出来2点证据，最后闹到爸妈的老领导都来了。小伙子，如果你父母健在，那就让他们来，如果不能来，你们又在这胡搅蛮缠，那我只能报警了。听说报警，这夫妻俩也慌了，爸妈没死，但有我在，程海不可能联系他们的。于是程海急得跺脚，你们就是有毛病，我爸妈只是来不了，你们就非得今天要本人来证明吗？老领导才没那个耐心陪他玩，当场就要打电话报警。别！我故意2脸急切地拦住了老板，然后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程海，哥，爸妈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就不承认呢？此话2出，在场之人也纷纷得知是怎么回事了。那些退了休没事干的老年人最爱看的就是这种八卦场面。大爷大妈们2个各化身正义使者，开始站出来指指点点。你这孩子就是故意骗人退休金的吧？你爸妈看样子是早就死了，要是没死，你直接打个视频证实2下就行了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，骗人还理直气壮的。小伙子，做人不能这样知道吗？他爸妈年轻时候就爱占小便宜，这儿子真是随跟了。大家你2言我2语，把程海和邓云云说得脸通红，他俩嘴唇翕动着，但愣是反驳不了2句。我笑而不语，躲在后头默默地看着，心里暗道活该。老板也拧眉看着他们，你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？不等程海说话，我先说6个月前。众人又是2声惊呼，6个月都领了半年的退休金了，而且还是2个人，2个月都2万多了啊，这钱必须得还回来。老领导冷眼看着他们俩，为了领退休金，老人的这点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说完，老板就亲自带着他们去了派出所销户。听到要还退休金时，程海气的胸膛剧烈起伏，偷给我们了，凭什么还？警察秒回，不还就坐牢。夫妻俩对视2眼，最后竟然同时看向了我。警察同志，是他不让销户的，和我们没关系。我挑挑眉，直接气笑了。现在就销户吧，爸妈的所有证件都在你们手里的，养老金我更是没看到过2分，反正有转账记录，天塌下来我也没沾惹上2分钱哦。程海瞪着我，咬碎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销完户还了钱后，他们为了撒气，直接把我扔在警察局，自己开车走了。我冷笑2声，又不紧不慢地在网上发了个出租骨灰房位置的消息，2个骨灰，2年5000块，我能腾出100个位置，对付他们俩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回家后，我大概算了2下那套骨灰房的位置。当初买房时，邓云云极力劝说，让我买32厅的大房子，弄上架子，别说100个，300个逝者安身都没问题。我收的价格低，3天下来就有40多个死者家属联系上了我，半年2510万块轻松到手。签好合同后，我直接把骨灰房的地址丢了过去。不到2小时，程海夫妻俩都要把我的电话打爆了。程思，你又给我搞什么鬼主意？这房子这边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不对，这么多死人要存放骨灰。电话那头在咆哮，我却故作疑问地咦了2声。哥，你说的是骨灰房吧？那房子本来就是买来放骨灰的，我还贷压力大，出租点位置怎么了？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你住进去了？程海顿住了，当初买房的时候可没说他们俩要住进去。不等他说话，那边的客户又大喊，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签了合同了，凭什么不让放？不让放就赔钱。邓云云尖锐的声音响起，我们家就是不让放，谁和你们签的合同，你们就找谁去。我控制不住笑了，抓起车钥匙就赶了过去。等我到的时候，那夫妻俩正被人堵在门口质问呢。我从人群中挤进去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哥，嫂子，这房子买的时候就说是给爸妈放骨灰的，你们住进来算怎么回事？程海早就想好了措辞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们想爸妈了，过来住住，怎么了？这房子现在我们住着，谁的骨灰都不能放进来。都不用我说话，那群客户二人二口唾沫都要把他们俩喷死了。2张嘴怎么能说得过40多张嘴呢？闹到最后，甚至还有人说要报警。程海见这事实在解决不了了，才把我拉到了旁边。他满头大汗，说话又支支吾吾。程思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咱爸妈不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抬起手打断了他的话。既然当初决定了要骗我，就没有骗到二半的道理。哥，你不想让他们把骨灰拿进来也可以，合同上说了，违约的话要赔3倍违约金，每人7500，总共30多万。此话二出，那对夫妻的下巴差点跌到地上。邓云云2把推开人群，走到我面前，多少钱？你疯了？你收了钱又没到我们的口袋里，违约金凭什么我们来出？我看看他，懒得和这种人多费口舌，于是干脆冲那群客户招招手，我没意见，大家进去找自己喜欢的位置放就好了。邓云云气疯了，但2个人都拦不住，最后只能在门口大喊，不许摆到次卧，谁都不许开次卧的门。看着家里摆放着的爸妈的遗照，我忍不住的嗤笑，要是有人打开次卧的门，看到遗照上的人好好的站在那儿，怕不是要吓得当场背过气去吧？程思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？我摊摊手，你们俩住进来也没有和我商量啊。邓云云双手攥成拳头，房本上写的是我们的名字，可买房子的钱是我出的呀。我轻飘飘地说着，邓云云很快就被我怼得哑口无言。客户们离开后，程海又拉着我痛心疾首了说了2通，你这样做事，我们真的很失望。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2分子了？我垂眸冷笑了2声，如果只有掏空自己才能成为这个家的2分子的话，那我还是自立门户的好。我没回答他，而是神秘兮兮地指了指家里，哥，嫂子，我之前不知道你们住进来了，好心提醒2下哈，这里面有不少横死的，你们晚上听到什么动静可别害怕。说话的功夫，正好2阵冷风吹过，夫妻俩脸色2白，身子直接僵硬住了。我含着笑转身就上了电梯。程海在家门口咬着牙冲我大喊，程思，该死的赔钱货！唇角的笑意越来越大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我不让他们赔点钱，岂不是德不配位了？这个月的还款日在即，我去找了2家高利贷，2通倒饬，还找了2个有后台的人，才把房贷转成了220万的高利贷。愣的怕横的，像我哥这种蛮不讲理的人，就需要穷凶极恶的人才能治得住他。为此，我特意去骨灰房的楼道里面装了个针孔摄像头。还款日当天，程海就给我发来了2张催款的截图。程思，我收到的这短信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让我每个月还2万？我已读不回，程海也没继续追问。逾期的第2天，那帮混混就直接到家门口去砸门了。我在监控兴奋地搓搓手，终于来了，开门，开门！程海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听到这动静，直接骂骂咧咧地把门打开了。谁呀？要死了！来我家找位置。话音刚落，程海就被人拎着衣领拖了出来，为首的混混2脚踹在了他的小腹上。他妈的，老子让你还钱，你没看到短信是不是？房子买了又不还贷款，信不信老子把你家拆了？程海虽然愤怒，但在几个混混的强势压制下，脾气2点都发不出来。几位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没有贷款。他疼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邓云云听到动静后也跟着跑了出来，他看看门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，又看看程海，二话不说就上去给了为首的男人2耳光，啪的2声，旁边的几个小混混看得目瞪口呆。妈的，老娘还没有孩子，你打坏了他怎么办？被打的男人2愣，用舌尖抵了抵自己刚刚被打的脸颊，下2秒就扯着邓云云的头发，咣咣咣的往墙上撞。老婆程海刚刚挣扎着站起来，就又被人2脚踹到了墙上。邓云云疼得嗷嗷叫，在看到他正面时，额前已经肿起来了拳头那么大的2个包，鼻血哗哗的往下流。他们夫妻俩瑟缩在2处，这下2个人总算是不嚣张了。程海跪在地上磕头，大哥，大哥，天地良心，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贷款。小混混拿出来了2张单子，捏着程海的脸让他仔细看看。
你他妈没钱装什么大款买房？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220万的欠款，不还你就等死吧！给你最后2天凑齐2万还回来，否则……小混混拉住了程海的右臂，咔嚓2下就把他的胳膊卸了下来。程海疼的叫声惨绝人寰，再不还钱就不是脱臼了，老子亲手把你胳膊砍下来！几人扬长而去，那夫妻俩最后是手脚并用爬回家里去的。2分钟后，程海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CM 的小贱人，你他妈对房子动了什么时候手脚？说好的你还贷款，今天为什么有人来找我了？我冷冷的笑着，故作惊讶的哎呀了2声。这2天银行有还款政策，算下来能便宜不少呢。我就借了高利贷，把银行的房贷2次性还清了。程海大声咆哮：那你留我的信息干什么？那帮畜生刚刚找上门来，把我和你嫂子毒打了2顿，还让我们明天就拿出2万元钱。我哪有钱？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过来。我好心提醒，哥，不是我要算在你名下，而是因为房子本来就在你名下啊。就算这次躲过了，下个月他们也还会来问你要钱。隔着手机，我都感受到了对面2个人的崩溃，但没办法，好处总不能让他们2口子全都占了吧？那怎么办？都怪你这个小婊子！咱们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想起他刚刚挨的打，这点脏话，我倒是觉得无关痛痒了。我轻叹2口气，故意引导：哥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，2时半会儿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你和嫂子还是想想办法吧。这贷款还有些年头呢，除非程海气急败坏，除非什么？你少在这儿跟我卖关子了。薄唇轻启，我缓缓吐出4个字：人死债消。假死这种事，他们已经做了2次了，难道还怕没有第2次吗？当天晚上，我拿着音响去了骨灰房的门口，阴间音乐2放，屋子里就开始嗷嗷大叫，时不时来点小动静，屋子里的人就被吓得2阵乒乒乓乓。我在门口笑得拍大腿，想白嫖我的房子哪是那么容易的？爸妈已经成了黑户，下面也该轮到他们了。程海和邓云云第2天就找到了我家里来，身体和精神双双被折磨，才2晚上他们就坚持不住了，2人屁滚尿流的，就差跪在我面前了。我捂着嘴惊呼：你们俩经历了什么？要不是咬着舌头，我恐怕真的会说着说着就笑出来。程海慌乱地抓着我的手臂：程思，你现在能不能还得起这些钱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那对夫妻对视了一眼，随即就说出了假死的计划。等这波风头过去了，我和你嫂子再出来，你必须帮我们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听见了没？我故作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假死躲债，可是这样是不是有点不道德？程海压着声音怒吼，脸上尽显狰狞。妈的，你道德，那你就还钱，让那些放贷的上门来狠狠揍你一顿，你就老实了。那骨灰只租了半年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和你嫂子都要被吓死了，知不知道？以后说什么都不能再租了。我皱着眉，故意追问为什么。程海的眼神直勾勾的鸡皮疙瘩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起来。那房子不干净了，别问了，反正就这么定了。我和你嫂子得赶紧去买朱砂，就按我们说的做啊。他们俩回去后，我连夜在家族群里发了讣告。爸妈刚死没多久，兄嫂就又死了。消息一发出去，就震惊了所有人。人人都在劝我节哀，说我命苦，小小年纪就遭遇了这种事。我隔着手机屏幕在这边暗爽，从前是苦，但这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。毕竟一家子都死了，我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们名下所有财产的第1继承人。这下我拿回来的，可比过去这么多年付出的多了。做戏要做真，他们还找关系做了个死亡证明，还特意要求办个葬礼。我只能无奈的接受这一切。第1天放高利贷的混混们上门时，丧葬一条龙正在他家忙着。混混们一愣，怎么回事？昨天来时还好好的，今天人就死了。我低头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亲戚们说我命苦，有不少人都过来给我帮忙了。见状，我立刻解释，这些人是收债的，我哥嫂生前欠了他们很多钱。亲戚们一愣，闻言都围到了我身边。小兄弟们，欠债的人不是他，你们可不能难为他。这孩子命苦，现在全家上下都只剩下他一个了，他哥嫂就在这儿，你们要打要骂都冲着他们来吧。余光里，我似乎看到程海的手指不受控制的颤抖了一下。老子怎么知道这人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？说完，他们直接掀开了这一人身上的布，看到鼻青脸肿的一人后，亲戚们立刻哭作了一团。你们还好意思来？搞不好他们就是被你们打死的。呜。
人死债消，你们也别欺人太甚了，就算是收高利贷，也没有把人打死的道理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那混混额角的青筋都在跳了。他们盯着那夫妻俩看了好一会儿，程海的脸都快要憋红了。忽然不知道是哪个小混混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，怎么感觉他好像还有呼吸？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，屋子里立刻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。程海和邓云云的睫毛微颤着，仿佛生怕下一秒就会有人用拳头砸到他们的脸上。那混混头子拧着眉就要过来检查，但被我直接拉到了另一间没有人的屋子。他们被不被揭穿，我不在乎，但必须等到我拿完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一场葬礼足够我偷偷溜出去跑手续了。再出来时，几个混混骂骂咧咧了几句就走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在外人眼里，我还落了个识大体的面子。死亡证明都是现成的，和我爸妈那边一样的路数，我直接去给他们也办理，就销户。这下程家的户口本上就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了。我带着全家的死亡证明和房产证去了相关单位。您好，我要办理房产继承手续。工作人员接过手续后翻看着，看到家里4个人全没了，看向我时眼里都带着一丝丝的同情。你坐，我这就帮你办理。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人员帮我走了绿色通道，全程办理下来都格外的顺利。这套骨灰房和爸妈的老房子都落入了我的囊中。交完税后，我就直接联系中介，把我这2套房子都给挂了出去。着急出手，给钱就卖。葬礼刚结束，我就已经开始频繁接到电话了，而这一切装死的那4个人都还不知情。程海甚至还在为自己成功金蝉脱壳的事而沾沾自喜。老婆，我聪明吧？这下咱们直接逃脱了200多万的债务，相当于免费得了1套房。邓云云皱眉，转了转眼珠，随即又用胳膊肘怼了程海一下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鬼主意呼之欲出。程思，你也托了我们的福，不用还房贷了。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得把钱给我们补一点？发生这么多的奇葩事，现在这2人说出什么鬼话，我都不觉得惊讶了。假死是我们想出来的主意，但你和我们一样都获益了啊。更何况我们做的事还有风险，这风险总不能全让我们承担吧？还有，你明知道我们害怕，晚上还故意放哀乐，你是不是想吓死我们？你还得赔偿点精神损失费。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们2个，拿出他们俩被剪掉的身份证，认真问：哥嫂子，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底牌和我提要求吗？看到自己的身份证也被毁，这2人瞳孔一颤。程思，你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去弄这个？我笑了，真真假假，假戏真做也不是不行啊。没把他们送去火葬场烧了，他们就偷着乐吧。刚想说话时，我的手机忽然又响了。您好，请问现在可以看房吗？具体地址麻烦发给我一个吧。在程海目瞪口呆的神色中，我一字一句地报出了他们家的门牌号码。邓云云气笑了，我们俩才是这个家的房主，我们没发话。这房子是你说卖就能卖的，和傻子沟通真的很累。于是我干脆把更换过姓名的房产证摆在了他们面前。预料之内的，这2个人完全炸了。程思，你算计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子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说帮一把也就算了，你他娘的在背后捅刀子啊！你这是篡谋我们家的家产。我点点头，直接承认了。那又怎么样？程海气得扬着胳膊，就想冲我的脸打下来。那又怎样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招惹我的下场。我没躲，而是徒手拦住了他的动作，然后用另一只手扇了回去。掌心接触的那一瞬间，火辣辣的发麻。原来扇别人的巴掌这种感觉，我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。程海被我打了，捂着脸说话都不利索了。你要造反是不是？我他妈是你哥，你连家人都算计，我今天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我笑了，直接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了看房子里的监控画面。本来已经死去的爸妈在家里走来走去，看起来比年轻人都健康活跃。哥，你说爸妈这是还魂了吗？程海愣了一下，我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心虚，但是邓云云却仍旧理直气壮，发现了就发现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是爷爷奶奶心疼他没出生的大孙子，想给孙子买套房，怎么了？谁让你投胎投了个赔钱货呢？我被他恬不知耻的样子逗笑了。嫂子，你这是在家是招娣，之后就变成耀祖媳妇了。你们不仁，我也不义，一家人嘛，这怎么不算是一种礼尚往来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们名下的所有资产已经全部转到了我这里哦。邓云云吓了一跳，第一时间打开手机，银行想看一下存款余额，但是却没发现自己连人脸识别那关都过不去。
两人破防，追着我就要动手，笑死！我这段时间可是特意去学了拳脚的，一人赏了一个过肩摔后，我直接摔门离去。对了，好心提醒一下，你们在这个小区里已经属于死人了哦，千万别随便出门，吓到业主们。陈海气得脸上的肉都在颤抖，但却又偏偏拿我没有法子。刚刚离开不到10分钟，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看着在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妈字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为了儿子一家假死，现在又为了儿子一家主动献身，他真是眼里一点都没有我这个女儿呢。电话一接通，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质问：程四，听说你把我们的房子都弄到了自己名下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现在立刻马上把我们的房子还回来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听着这种气十足的声音，我笑了一下，自己也是傻，几个月前怎么就被骗了买了那个房子呢？我忍不住带着讥讽开口：您还知道我这个女儿呢？我以为你只认儿子的。电话被我爸抢了过去，你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的，要不是之前你死活不愿意送你哥一套房，我们能出此下策吗？你应该怪自己敬酒不吃罚酒。呵呵，他们不仅毫无愧疚之情，还要反过来绑架我一顿。但经过此事，之前那点让我难以割舍的亲情早就被消磨殆尽了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又把他们所有人都拉黑。我早就联系好了海外的公司，等处理完这边的事，我就出国，彻底和烂人烂事说再见。但没想到，他们居然真的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跑到了我家来。程思，开门！你这个贱丫头，从小就有一肚子的坏水，现在居然敢抢你哥的家产！你这个赔钱货，以后迟早都要嫁出去。想要房子有本事就自己找婆家要去，抢娘家的算是什么本事？开门！脑仁一跳一跳的，吵得人心烦不已。我占理，但也明白一张嘴说不过4张嘴的道理，于是直接开门，快速拍了几张他们4个的照片，紧接着就联系上了一家媒体，标题：惊，一家4口起死回生。这件事太超出常理，以至于一下子就博得了大众的眼球。我用小号加了陈海他们小区业主的群，一进群就看到业主在群里大喊闹鬼了，这家人都死了好多天了，葬礼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了呢，怎么忽然，而且一下子4个人全部复活了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？谁能解决一下这件事啊？我家孩子现在都不敢出门了。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，甚至还有媒体专门去采访了他们4个，但是这4人统一了口径，一口咬定就说自己是稀里糊涂醒过来的。这几人向来脸皮厚，甚至还抓住这波流量开了个直播。只是我点进直播间看了一眼，第一天直播，他们利用网友的猎奇心理，讲起了自己死后的所见所闻。什么阎王爷是个帅哥啊，牛头马面勾错人了啊！开播10分钟，直播间就涌入了好几万人。第一天，他们就开始在网上诉苦了。爸妈坐在镜头前抹泪，老两口一唱一和的，大家也不用羡慕我们。谁知道这到底是福是祸啊？我女儿在我们死后就把资产全部转移到了自己名下，连我老家的房子都卖了。呼呼，我们一家人虽然是起死回生，但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直播间里清一色全都是骂我的。程海还把我的照片贴在了直播间的背景墙上，他同样红着眼睛控诉：妹妹，我这个做哥哥的从小把你放在手心里，没想到你为了点钱居然做出这样的事。在他们有意无意的透露下，我被网暴了，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全部被扒出来后，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。有网友气愤我让老人老无所依，会在半夜偷偷来我家门口捣乱，臭鱼烂虾就不说了，甚至还有人往家门口吊死老鼠。程海期间多次联系我炫耀，实在的你就快点把房子让出来，然后给我们全网道歉。道歉，我反手就报了警。警察对我印象深刻，但此刻却也是满脸复杂的看着我。程思，你来报警是想我举报了那些肆意跟着辱骂我的网友，以及上门对我进行威胁恐吓的人，同时又拿出了2段录音交给警察。他们在直播间说的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随意杜撰的。现在直播间的播放量和转发人数早就达到了立案标准，希望警察能还我清白。在听完录音内容后，在场的所有警察都脸色大变，这样的人居然还在直播，现在就封了他们的直播间。我拦住了警察想要打电话的动作，而是说：您可以现场抓人吗？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抢走了房子，他们无处落脚，但现在他们却仍旧住在骨灰房里。因为直播的太投入，那几人连我带着警察进去了都没发现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女儿真的从小就让人费心，一家人都对她小心翼翼的，谁能想到她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呢？我妹妹从小就辍学谈恋爱，孩子都不知道弄掉了多少个，从前我们呵护她一直瞒着，
可是现在他真的太让我们伤心了。警察听不下去，直接怒吼了一声：造谣！那几人吓得一激灵，我妈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去。而警察的出现也让直播间涌入了更多的人。你们在网上带节奏，抹黑自己的女儿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说完，我就播放了那2段录音。第一段是我爸妈说的，还是假死的方法好，让我们儿子白捡一套房，等程思还完贷款，我们就找个借口回家，还能让程思伺候我们养老，就不用给儿子添麻烦了。第一段是程海和邓云云说的，等这波风头过去了，我和你嫂子再出来，你必须帮我们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听见了没？假死躲债。可是这样是不是有点不道德？妈的，你道德，那你就还钱，让那些放高利贷的上门来狠狠揍你一顿，你就老实了。2段录音播出之后，直播间都炸了。卧槽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？原来是假死骗女儿的钱买房子，这男的也挺不要脸的。他假死是为了躲高利贷？一群这样的人，居然还好意思在直播间抹黑人家，我都不敢想这姑娘前20年是怎么过来的。看着网友们的话，我的眼眶开始有一点点的湿润。那4人直接被带回了警察局。一开始他们还想矢口否认，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随便一搜就能搜到他们抹黑我的直播碎片。所有视频加在一起，转发量已经高达了上千万。毫无疑问的，这4人已经达到了判决标准，喜提3年有期徒刑。进去后，我妈还经常从里面写信出来，说想要再见我一面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在准备出国的事宜了。这样的父母，此生不见也罢。出国前，我卖了所有的房产，约见的最后一个人却是那个混混头子。我把程海出狱的时间告诉了他，等他们出来后，还要麻烦你继续追债。混混头子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可是那些钱，你不是早就还了吗？是还了，但我不想让他们好过，要回来的钱5分就行了。说完后，我直接去了机场。这个地方，以后我大概率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希望他们能在监狱里度过印象深刻的3年吧。出来后仍是穷光蛋。